土耳其无人机在战场大杀四方，证明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为何中国无人机在市场受欢迎？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中，无人机无疑是战场上的亮点。根据阿塞拜疆最新公布的无人机空袭报告，总共击毁了战车、火炮347个单元，价值约10亿美元。在一次冲突中，阿塞拜疆的大批无人机直接撕破亚美尼亚的防线，摧毁了一部 S-300防空导弹。无人机为阿塞拜疆带来的战力可见一斑。现代化战争的变革和体系已经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战争中出现端倪。有人指出，局部战争就是无人机的天下。目前，阿塞拜疆的无人机主要产自土耳其、以色列。如果是用中国的无人机，那作战实力可以更上一层楼。中国的民用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已经是世界第一，而中国的军用无人机谦虚地说是世界第二。在亚阿战场大杀四方的土耳其 TB2 无人机曾经在利比亚内战中被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吊打。翼龙2无人机是一款察打一体化多用途无人机，最大飞行高度为9000米，最高速度为每小时370千米，最大飞行重量为4200公斤，能够携带6枚大型导弹或者12枚小型导弹，相当于一个小型轰炸机。土耳其 TB2 无人机与之比较，皆逊于翼龙2无人机。不光是性能，价格上翼龙2也是更胜一筹。土耳其 TB2 无人机的单价大约为1000万美元，而翼龙2无人机的单价是在200到300万美元之间，性价比上一骑绝尘。对于一些中小国家来说，采购中国的无人机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中小国家一般严重缺乏作战体系，经济水平有限，而大部分的无人机通常价格比导弹和坦克的价格便宜，尤其是中国的无人机。同时，无人机又具备作战培训相对简单的特点，适合中小国家低烈度的冲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无人机就是锦上添花。事实上，中国无人机的国际市场也的确很好。据统计，2020年中国在军用无人机外贸领域排名第3。未来中国的军用无人机出口应该主要是彩虹5无人机。彩虹5是最新的国产无人机，说它是目前中国无人机第一也不为过。它的载弹量近1吨。根据最新消息，彩虹4安装了新型发动机，航程能够达到1万公里，载重量也从1000公斤增长到1400公斤，实用性得到进一步增强，预计会推动中国无人机的出口量。这对于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是一次不错的机会。如美国所言，要像快输了一样的跑，中国无人机的发展也会加速前进，勇往直前。战争的模式变了，亚阿的冲突也给印度提了个醒，无人机才是关键。可以说，亚阿战争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最近，亚阿两国爆发无人机大战，却给印度提了个醒。在过去，坦克、战车才是战场上的王牌。可见现在，我们看看亚阿冲突，亚美尼亚曾经的陆战之王已经变成了土耳其无人机的活靶子。虽然亚阿麦长在俄罗斯的调停下，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前脚刚回国，后脚亚阿军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掐架。那么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加上又有制空权，阿方仍然是占据主动权的。日前，阿塞拜疆军方再次公开用了无人机猎杀亚美尼亚地面目标的画面，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无人机锁定亚美尼亚坦克以及亚军的画面，随后炮弹发射，亚美尼亚士兵瞬间消失，而这一幕被印度人记下了。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正式服役过无人机，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发展，印度也开始对无人机蠢蠢欲动。实际上，印度也有自己研发的无人机。2019年9月17日，当地时间早上6点，印度国防研发部门就试飞过印度拉斯托姆2无人机，但是在试飞过程中，这架无人机坠毁在一处农田中。而在最近，印度再次试飞了该无人机。据防务事件网站10日报道，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当天成功试飞了印度国产的拉斯托姆2无人机。报道称，拉斯托姆2无人机在16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了8个小时，预计将在2020年底实现26000英尺高度飞行和持续飞行18个小时。不过，印度的军工业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是否能实现目标，那就拭目以待了。值得注意的是，有消息指出，印度军方表示正在打算向美俄购买先进无人机。俄罗斯方面表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研制能够携带不同导弹作战的无人机，并且会采用隐身技术，就算是雷达也很难探测到其行踪。此前，印度媒体报道过，印度国防部计划拆巨资300亿美元从美国购买30架 MQ9 无人机。据悉，其中6架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交付，并分配给海陆空3军各2架，另外剩余的24架将在未来3年内交付。
前几日，中印双方再次就边境对峙问题进行了第7轮谈判，但结果依旧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印度似乎要在拉达克地区过年，或许是考虑到缩小与中国之间的差距，于是从喜欢进口战车转变为进口无人机了。不错，地面战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在未来，信息战才是关键，掌握信息权、制空权的一方才能在陆战中先发制人。不得不说，印度这一次也算是聪明了一回。近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虽然已经签订了停火协议，但是双方都指责对方发动袭击。10月10号，阿塞拜疆军队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以色列制造的巡飞弹在库巴特雷区打击了亚美尼亚 S-300 防空部署防空系统的 5P85S 发射器和 ST-68UUM 型雷达遭摧毁。事实证明，S-30这样的高端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抗击小型无人机或巡飞弹。一方面，远程防空雷达有盲区，超低空小型无人机在雷达上与飞鸟差距并不大。第二，亚美尼亚的野战防空系统太落后，更无法有效保护 S-30。想要对抗小型无人机，最好的防空武器还是野战防空系统。第三， S-30这样的高端防空系统设计之初，用来打击小型无人机根本不划算。S-30防空系统到现在仍然是多个国家的防空主力，中国也曾经大量采购。亚阿战争 S-30被击毁，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首先要重视廉价无人机的应用，土耳其的 TB2 和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并不先进，但是展示了对战场的掌控能力。中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无人机产业链，军队装备的无人机种类也最多，但是攻击无人机仍然以高端无人机为主，需要更多的使用廉价无人机。无人机在战争中实际上是消耗品，一架造价几十万元的无人机携带2枚空地导弹，足以打掉价格为上千万美元的地面装甲车辆和防空系统，交换比非常可怕。中国完全可以储备成千上万架像彩虹3这样的低端无人机、无人战车，在战争中甚至能实现人员零伤亡、摧毁敌方机械化重装部队的能力。其次，要注重 S-30防空系统本身存在的技术缺陷。S-30被击毁已经实锤，虽然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说该系统并不是用来对抗无人机的，但是也说明存在技术缺陷。S-30使用的仍然是技术较老的多普勒雷达，对近距离低空慢速目标的发现能力较差。导弹用来打无人机又相当于高射炮打蚊子，巡飞弹相比战斗机，雷达反射面积更小，飞行速度更慢，可以超低空突防，这可能是 S-30防空系统无法应对的主要原因。S-30现在仍然是中国的防空主力，也有可能存在同样的技术短板。最后，要重视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的保护。事实证明，远程防空系统在战争时会成为反辐射导弹和无人机的首先攻击目标，为防空阵地部署多层防空保护网非常有必要。亚美尼亚国土面积为3万平方公里，导致 S-30防空系统没有战略纵深，又缺少能有效对抗无人机的道尔铠甲近程防空系统，因此成为了无人机打击的目标。俄罗斯为自己装备的 S-30阵地配备铠甲系统，说明已经认识到了远程防空系统在对付小型无人机时存在明显不足。无人机时代要来了，中电科放出的反无人机设备是一针强心剂。还有一好消息，让中国爆发无人机战争能占据巨大优势。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亚阿纳卡冲突，将无人机推上了一个很高的热度。不管无人机是否真的已经能在现代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近段时间媒体对无人机的报道，确实是给人一种无人机时代要来了的感觉，这也引起了部分人的担心。传统的装甲车辆甚至是一些防空系统是否会被淘汰，而近日中电科放出的新装备算是给出一针强心剂。正所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无人机的迅速普及和应用，反无人机设备也同样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环球网10月13号报道，当天2020全球无人机应用及防控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这次全球无人机大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会上展览的反无人机设备和技术。在大会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展示了多款反无人机设备，其中一款近程低空监视雷达就具有在复杂环境下对低慢小目标的监视能力，可以作为中远程低空监视雷达的一种补盲手段。此外，中电科还展示了另一款兼顾低慢小和低快小目标的中远程低空监视雷达。所以说，你们现在还担心无人机吗？但还没完，就在同一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公布，中国新型超导单光子激光雷达系统获得突破，能对低空大气层中数百公里外移动和固定小目标进行实时跟踪探测。这下好了，近中远程低空反无人机手段都有了，而高空反无人机目前的防空系统基本都能做到。
如果有哪个国家想学阿塞拜疆用无人机对付亚美尼亚来对付中国，那估计是要吃大亏的。有意思的是，还在10月13号这一天，还是中电科，好消息是来的猝不及防。当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电科院进行了陆空协同固定翼无人机蜂群系统的相关试验试飞工作，验证了陆上发射和空中投放固定翼无人机蜂群开展对地查打等各项任务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试验的陆空协同固定无人机蜂群系统是我国首个实用化的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有发展前景吗？当然是有的，但目前来说，无人机还很难在现代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人机想取得更重要的地位，无人机蜂群技术是必须要克服的一大难关。很明显，现在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领先优势。可以说，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爆发一场无人机大战的话，结果很可能是对方打中国没用，中国打对方却很痛。